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市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91年人生旅程。他的离世引发了广泛的哀思，在其追悼会上，数千人聚集一堂，向这位传奇企业家告别，场面庄重而感人。褚时健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1980年代将玉溪卷烟厂旗下的红塔山品牌打造成中国乃至亚洲知名的香烟品牌，使该厂跃升为亚洲最大的现代化烟草生产企业。因此，褚时健获得了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称号，并被评为10大改革风云人物。然而，褚时健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因涉嫌贪污受贿，他与家人一同面临法律的制裁。同年12月1日，他的女儿褚应群在狱中不幸自杀，这对褚时健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即便如此，褚时健并未被逆境打倒。在减刑和保外就医后，74岁的他开始了人生的第2次创业，承包荒山种植橙子。到2001年，褚时健已经成功转型，从烟王变成了橙王。这一年，他所创办的果园不仅实现了超过3000万元的利润，固定资产也达到了1亿元。褚时健的故事体现了他在经历辉煌、挫折、家庭悲剧后的坚韧不拔和重新崛起的精神，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激励着无数后来者。褚时健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在面对巨大挑战时保持决心和毅力，以及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把握机会，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他的故事至今仍然鼓舞着那些追求梦想、不惧失败的人们。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云南省黎县青龙区陆丰乡以泽村，现在位于华宁县青龙镇，成长于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在那段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普通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而褚时健的少年岁月也同样充满了挑战与艰辛。褚时健出身于一个相对殷实的中农家庭，家中拥有10几亩田地和一座酒房，父亲从事木材生意，为旧锡矿提供服务。这样的家境使得他有机会接受教育。中学期间受《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启发，他立志自强，并改名为褚时健，以此激励自己不断前进。1943年，15岁的褚时健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的父亲在一次日军空袭中不幸受伤离世。临终前，父亲紧紧握住褚时健的手，嘱托他作为长子要照顾好家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褚时健不得不中断学业，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通过销售家中的酒，他不仅学会了经商之道，还改进了酿酒工艺，提高了产量和质量，确保了全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能继续支持弟妹们的教育。1954年，褚时健在玉溪地委宣传部担任人事科副科长。一次前往成贡县中心小学调研的机会，让他结识了当地的小学教师马敬芬，两人迅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最终步入婚姻殿堂。但就在婚后3年，即1958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随后被迫到云南山区的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即便身处逆境，褚时健从未放弃希望，始终积极面对生活，努力从事种菜、开荒和养猪等农务工作，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终于，在1961年，他得以平反昭雪，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63年，褚时健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折点，他被任命为云南西双版纳新平县慢棒糖厂的副厂长。这家拥有100余名员工的糖厂，由于经济效益不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无法支付员工工资，每年需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维持运转。上任后，褚时健迅速识别出工厂亏损的关键在于高昂的燃料成本，他果断采取措施，用甘蔗渣替代煤炭作为燃料，成功将燃料成本削减了85%。此外，他还优化生产流程，使得甘蔗的出糖率提升了1/3。通过这些改革，慢棒糖厂不仅清偿了所有债务，还实现了8万元的盈利。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褚时健对糖厂设备进行了升级，增加了榨糖机的滚筒数量，并引入蒸汽锅煮红糖，大幅降低了燃料消耗。
同时，他还推行了按劳取酬的新工资制度，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糖厂仅用1年时间就实现了转亏为盈。他的卓越管理能力也为他日后成为燕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被委以重任，调任至玉溪卷烟厂，也就是红塔集团的前身，来担任厂长。彼时，该厂虽表面创造利润，1978年的产量为27.5万箱，利润达9000万元，但实则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危机，员工士气低落，原材料质量参差不齐，生产设备陈旧不堪。作为新任厂长，褚时健迅速启动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涵盖工作激励、技术革新以及原料供应等多个方面。他推行责任制，确保每一位员工的工作都能得到公正评价。同时，为了保证烟草原料的质量，他直接从烟农手中采购，建立了稳定且优质的供应链。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命运似乎也对褚时健青睐有加。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烟草行业迎来了技术更新换代的关键时期，而国家烟草总局将一系列先进技术指标优先分配给了西南地区。尽管最初这些机会被贵州放弃，但云南却紧紧抓住了这次契机。褚时健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立即行动起来，与副厂长一同前往昆明，不惜将全厂资产抵押给银行，成功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显著提升了卷烟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和效率。1986年，玉溪卷烟厂实施了3合1制度，即整合烟厂、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此举不仅优化了内部管理结构，还打通了产供销环节，极大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在80年代，国家实施烟草专卖制度，种烟草的不管烟草的生产，生产烟草的不直接做销售。但褚时健为了打通玉溪卷烟厂的销售量，积极与政府打交道，做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这一种资源过度集中的方式，最终导致褚时健锒铛入狱，却在当时挽救了玉溪卷烟厂。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经历了17年的风雨历程，累计为国家贡献了超过991亿元的利税，品牌价值更是超过了400亿元。总计贡献的利税达到了惊人的1400亿元。期间，红塔山品牌逐渐成长为亚洲第1、世界第4的卷烟品牌，褚时健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成功不仅仅在于这些数字上面的成就，更在于他对整个行业的深远影响。他的名字成为了品质与成功的象征，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纷纷寻求与他的合作。甚至其女儿褚应群出行时也会受到各界精英的热情欢迎，只为能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卷烟配额。即便到了90年代初，褚时健已接近退休年龄，但他依旧保持着对事业的无限热情，立志要继续带领玉溪卷烟厂走向更大的辉煌。但暴风骤雨往往在最平静的时刻突然降临。1995年，褚时健的人生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转折。一封来自河南的举报信打破了玉溪卷烟厂及其家庭的平静。褚时健被指控贪污受贿，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不仅改变了褚时健的命运，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褚时健的儿子褚宜宾曾在牧场、农场和糖厂等地工作，与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他有机会在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他却选择了前往一家濒临破产的机械厂。几个月后，褚宜宾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并不合适，毅然返回玉溪卷烟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褚时健为儿子规划了一条从基层做起的职业道路，直至副厂长的位置。然而，在褚时健出事后，褚宜宾决定离开中国，从美国一路逃离到新加坡，后来从事股票投资行业。相比之下，褚时健的女儿褚应群的命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作为父亲眼中的掌上明珠，褚应群从小就与父亲关系亲密。50年代，当褚时健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时，他就将6岁的褚应群带在身边，父女俩一起度过了许多温馨时光。
楚应群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陪伴父亲在新平县城游玩，喝一杯2毛钱的糖水，享受着简单的快乐。但不幸的是，楚应群的生活在他被送往河南看守所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狱中用刀片割腕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消息传到云南后，褚时健夫妇难以置信地得知女儿竟在狱中自杀，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褚时健赶到河南洛阳时，已经无法见到女儿最后一面，只看到了她留下的简短遗书。关于楚应群自杀的原因，外界有多种猜测。媒体报道称，楚应群涉及金额巨大的贪污案，具体数额包括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元及30万美元。然而，更普遍的说法是，他因无法承受人生中的挫折和压力，而选择了这条绝路。褚时健的一生充满了波折，而爱女楚应群在狱中离世的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悲痛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仿佛夺走了他半条生命。然而，正如美国巴顿将军所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他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低谷反弹的力量。67岁的褚时健，在被判处无期徒刑、妻子女儿被关押、女儿不幸离世、儿子远走海外的情况下，依然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和不屈的精神。经过4年的牢狱生活，因患有糖尿病，褚时健于74岁那年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74岁是安享晚年的年纪，但对褚时健而言，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尽管有人提出要帮助解决他的养老问题，但他和妻子马静芬都拒绝了救济。他们决定以自己的双手重新创造价值，保持尊严。褚时健得到了一些新加坡华人的救济金，承包云南玉溪新平县哀牢山的900亩土地，开始了冰糖橙的种植事业。经过市场调研，他发现哀牢山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的冰糖橙，于是果断投入。面对种橙子需要6年才能挂果的现实，褚时健没有退缩，而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梦想。初期，褚时健夫妇住在山上简陋的茅草棚里，每天穿梭于橙林之间，精心照料每一棵果树。为了掌握最佳种植方法，褚时健不断实验，研究土壤结构、修剪枝条、调整株距和日照时间，并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肥料配方。这些努力最终使得他种植的冰糖橙不仅外表光滑，口感也达到了上乘水平，无酸无渣，深受消费者喜爱。在销售方面，马静芬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起初拉着橙子到集市上去卖，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初期并不顺利。后来，她巧妙地利用了丈夫烟草大王的名气，打出褚时健种的橙子的广告，吸引了大量好奇的顾客。人们品尝后纷纷赞叹其优良品质，并口口相传，使褚橙迅速成为知名品牌。2011年，褚橙商标正式注册，并迅速占领了云南80%的水果市场份额，同时面向海南和西南地区扩展。随着电商和互联网的发展，褚时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通过线上平台将褚橙推广至全国，甚至在北京创造了5分钟售罄800箱的佳绩。短短10年间，褚橙的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关，纯利润高达7000多万，而这一切发生在褚时健86岁那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更是一位永不言败的斗士。褚时健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成为了中国企业家在挫折面前重新站起来的典范。褚时健的晚年不仅是个人事业的再次辉煌，也是家庭关系的修复。在褚时健出狱之后，儿子褚一彬就与父亲达成了谅解。儿子褚一彬回国，与父亲携手打理楚园，继承家族企业。褚时健于91岁去世，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那份即使在人生最低谷也能重新振作的勇气，将继续鼓舞着每一个追梦人。作为总结，让我们以褚时健先生的一句深刻话语共勉：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言贵11月，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会。